美国对华竞争法案竞争不过别的法案，拿不出奋斗精神就只能看政客发神经。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就是去年美国在 G7 峰会上说的那个重建更好新世界规划，那个规划号称是要跟中国“一带一路”展开竞争，要增加西方世界影响力的呀。那是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40万亿美元规模的基建倡议。经过了1年的实施，这个40万亿规模到底是投资多少了呢？根据中国经济网报道，美国呢已经掏钱搞基建，用了600万美元了。600万，40万亿，这中间的比例是什么样的比例？大家算一下就行了。今年的 G7 峰会上，美国拿出了新的一个宏伟想法，公布了一个 G7 基础建设计划，名称叫做全球基础建设和投资伙伴关系。在未来5年中，美国自己要掏出2000亿美元，到2027年前 ，G7 国家一共要筹集6000亿美元。当然了，我们说的美国掏钱也好， G7 国家筹款也好，都不见得是政府全掏腰包，是要向民间掏的。这笔钱的使用领域包括健康、数字连接、气候、能源安全，还有性别平等。美国这个规划的前几个内容，倒还是跟基建有点关系，就是最后那个性别平等是指如何平等，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我们连美国人群以后要分成多少种性别还都不知道呢。按照美国目前的说法，美国人分成29个性别了。其实呢，就是美国那套意识形态内部斗争，那些相互矛盾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和欧洲没有打架打过瘾，要在全世界开始传播，想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接着打。这种内部斗争对美国自己影响，其实我们看看他们如何规划与中国的竞争就知道了。很多朋友说，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无论如何争斗，面对中国的时候，他们态度是一样的。然而这几年下来，情况跟过去好像有点不太相同了。尤其是今年是选举年嘛，如何把对方从议会多数党位置上打下来，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而对付中国，只能放在相对次要的地位上。比如去年曾经吵吵闹闹那个美国竞争法案，折腾1年多了，美国参众两院到现在意见完全不同。参议院拿出了一个反华竞争法案之后，众议院又找了堆商人，这么多商人想把自己的私利也要放到法案里边，所以参众两院这2个竞争法案基本上是完全对立的。美国现在必须要搞一个委员会协调双方意见，写成一个2党都接受的版本出来，才能争取让总统签字。现在拜登都等急了，但这个事儿原计划是6月份就要干完的，不然等到8月份国会就要休会，紧跟着后边是选举大战。然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最高法院那个关于堕胎是否合法的裁决，全面引爆了美国的激烈政治冲突。现在美国分成2个部分，西部比如加利福尼亚主要是允许堕胎的州，而东部那些州基本是不允许堕胎的。所以现在美国很多人还打算移民到西部去，西部有自由啊。而且美国民主党的几乎所有主要人物，比如拜登、哈里斯、佩洛西、布林肯，都开始向共和党主导的最高法院开火。美国驻华大使馆还马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转发了美国总统抨击美国最高法院的讲话。美军也宣布了，联邦军队的人呢，自有这个联邦军队法律去管，绝对不接受最高法院裁决。另外呢，某个州的州长大人还说，应该让孩子们在娘胎里边和在学校里边一样安全。考虑到美国那么多校园枪击案，我现在也猜不出这个州长到底是允许堕胎呢，还是不允许堕胎呢？所以现在大家都忙着吵这事儿了，后边还有持枪问题、女权问题、同性恋问题，一个个都是美国的国本问题、宪法原则问题。那与中国竞争那法案恐怕要往后排更长的队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副主编说，美国有严重的体制问题，破碎的政治体制让美国几乎不可能开展竞争。而就是这么一个体制，造就了一个普遍科学素养水平有限、言论过于自由、舆论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反智的社会。美国2党在这么一个社会里边还喜欢玩意识形态，那结果就只能是全民上下一起越来越疯了。好，关于无暇完善美国竞争法案的美国那些政客最近在忙什么？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